你觉得现在武术人和以前武术人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最大的不同，好像都想很快的就把武术学好。比如说我们的社员，过去我们的社员都是几十年的社员，很少就学好了就出去。现在呢，学的武术就是没有一个恒心，他觉得学会了我就可以了，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的。你说你练拳，你练，比如说练1年、2年、3年练了，他的感受是不同的。有的时候呢，比方到了第3年，你觉得你自己呢没有什么进步，就有的人呢就坚持不就退掉了，就不练，就没有学下去。有的人呢就学下去了，就是忽然之间有一个升华。练武术和这个其他事物是基本相似，它是成为一个螺旋形的一个上升，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像火箭一样，它必定在某一个阶段，它必定会停留的。我们叫过关，你这关呢要过去，你不过去你就不行。你过去了以后，你觉得有一个升华，进来了，1年2年就退出去，就不学了，那不行。你1年2年从武术的角度来说，你学不了什么东西，你没有那么很快的就能够完全懂得里头的实质。所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怎么会自己已经学会了。你练过武术这么多年，你想告诉年轻武术人什么？练武术的，首先就是要练自己的品行。练武术的人不能够像这个995，我们叫995武夫啊，把人就我不得了了，怎么样？那个不行。像我外公，他已经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人，看上去就像一个文人一样，人家根本就看不出来是练武的人。练武人最要紧的就是不能够把自己看成一个什么，或者怎么样的，或者了不起了，我功夫好啊，这个不行。这就是武德。我们过去的一些的老师非常强调武德。观察一个练武的人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，我这个外祖父跟我也是跟他的学生讲一个很重要的，孔子对这个他跟这个老子，就道家的老子这个学习的时候，老子就跟孔子讲过几句话：两股深藏若虚，好的商人，尽管他家财万贯，人家看不出来。君子盛德，君子就是他有很丰富的这种道德品质。容貌若愚，他的外形像一个傻子一样。去一己之私欲，就是你要丢掉自个儿的私欲，养天地之正气，无愧于人。爱人如己，要博爱，就爱人像自己。所以这句话原句话呢是老子跟孔子讲的。我外祖父一直用这个话针对他自个的学生，他选学生最重要的一点。很多武术人现在喜欢分开这个外家拳、内家拳，你同意吗？我不认为有什么内家外家之分。
这个都是人为的。武术应该讲呢，因为它是一脉相承的，不过走不同的路而已。你不能说这个是内家，那个是外家，它表现不同而已。我不认为一定要分什么内家外家，总体来说，武术是只有一家，就是武术。这就看你的修炼的程度怎么样。你修炼好的，你比如说，如果你达到一定的程度，你和一个内家拳一般的水平人来比较的话，那肯定是内家拳不行。所以我在接受访问的人当中，我就一直强调，武术是天下武术是一家，不要分的那么好像很清楚的这个那个的。功夫好的人就是好。那譬如说，我举个例子来说，那个我的曾外祖父全佑，他有很多的朋友都是非常好，各流派人都有，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，可以互相借鉴。好的总是好的。像我喜欢足球的，意大利足球很好的，那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把它吸收过来，对吧？对，这个世界上不要分的那么清楚，都是互相借鉴的。你像足球，它南美的跟欧洲的足球风格完全不一样，它互相弥补。我们中国的这个武术也可以跟外国的其他东西交流，对吧？这个互相借鉴，这样才有进步。不然的话，我就是好，这个不行。